立场坚持出演辱华角色。在918前後，大談特談最喜歡日本。梁朝偉嘅兩副面孔究竟哪個是真？都係中意日本。咁日本就係可能個文化又好夾得啱我。一個拿遍華語影壇所有大獎的影帝，在國內走紅毯都要往劉嘉玲身後躲，可到了國外頒獎禮上，整個人都放開了。侃侃而談，而這個口口聲聲說自己社恐的人，當年在戛納紅毯上可以一手牽着女友劉嘉玲，一手牽着紅顏張曼玉，一點不怯場。去年9月，陳冠希跑到日本找梁朝偉錄了期訪談，聊到去過的地方，陳冠希隨口問了句最喜歡哪，梁朝偉毫不避諱地說最喜歡日本。其實單單是這麼說，問題也不是很大。按他展現出來的社恐人設來看，日本的文化看起來也真的適合他。但那段時間正好趕上918，電影731也剛上映。梁朝偉這時候說最喜歡日本，難免引起討論。而梁朝偉當年能闖進娛樂圈，靠的更多是運氣。當年他還是個售貨員，是周星馳非要拉着他去考 TVB 訓練班。周星馳那時候已經有表演經驗了，但是面試完錄取名單上只有梁朝偉的名字。後來周星馳靠鄰居戚美珍說情，才擠進了夜間班，還是被取生。兩個人的命運從那一刻就分岔了。梁朝偉一路順風順水 ，TVB 時期就拍了《鹿鼎記》《俠客行》，轉戰大熒幕後更是拿獎拿到手軟，6次金像獎影帝，3次金馬獎影帝。2023年還拿了威尼斯終身成就金獅獎，是亞洲第一個拿到這個獎的男演員。反觀周星馳，跑了好幾年龍套，後來靠喜劇闖出一片天，可那已經是很多年後的事了。他的運氣好，還體現在色戒上。2007年這部影片上映後，湯唯直接被雪藏了，可梁朝偉該拿獎拿獎，該拍戲拍戲，事業半點沒受影響。但是真正讓梁朝偉口碑翻車的，還是上汽那部電影。2019年，漫威官宣梁朝偉要演上汽裡的反派滿大人，但是這個角色的原型是傅滿洲，一個上世紀西方人為了醜化中國人造出來的角色。細長眼睛、八字胡、奸詐狡猾，讓一個中國演員去演這種角色，很多人接受不了。當時罵聲一片，說梁朝偉為了進好萊塢，什麼戲都接，連民族立場都不顧了。後來導演翁子光出來說，梁朝偉本人看到爭議後，已經跟迪士尼反饋了。再後來，漫威把角色名字改成了文武，說這是個全新的角色，和傅滿洲沒關係。不過影片上映後，評價兩極分化，有人說角色確實改了，沒有辱華元素，也有人說換湯不換藥，還是那套東西。可是當年被梁朝偉頂下去的周星馳，卻往自己的作品裡傾注了很多愛國之情。早年他去往澳洲做電影直播採訪，外籍主持人刻意刁難，嘲諷國人文化水平低，看不懂英文。星爺也是當場黑臉，強硬回懟。夠啦！你想問乜嘢問題啊？你成晚就問埋我啲無聊問題，你當我係咩？你咪玩緊我啊？你係要我發火先得嘅？爛泥扶唔上壁啊！你呢啲啊，咁賤格嘅你！他在港圈活動上唱我是中國人，疫情期間給武漢加油，還當過廣東省政協委員。兩個人當年在考場分道揚鑣的人，幾十年過去，一個把中國文化拍給全世界看，一個在敏感時期說最喜歡日本。演技是演技，立場是立場，觀眾心裡自由評斷。